这里是汗血宝马的故乡，也是花剌子模的腹地。来自地狱的熊熊烈火在卡拉库姆沙漠中起舞，待嫁的新娘又在都特尔的旋律中蒙面踱步。这一集，雷探长走进中亚的核心地带土库曼斯坦，探寻这个中亚神秘国度的秘密。土库曼斯坦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位于中亚的神秘国家。这一次我决定深入探访土库曼斯坦，是因为在网络上关于它的资料非常少。但是我知道苏联解体后，这个国家就消失在了各大新闻中。只是听说在他们第一任总统尼亚佐夫的带领下，土库曼斯坦人民过上了与世无争的生活，所以总有人拿它和朝鲜相对比。那么今天这个国家又是怎样的现状呢？雷探长这一次就走进土库曼斯坦一探究竟。现在雷探长呢就要独自一人的前往从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前往土库曼斯坦了啊！我就自己过去，推着我的车。雷探长是通过乌兹别克斯坦的西瓦进入土库曼斯坦的。在边境，我遇到了兑换土库曼钱币的小贩，换钱的那从边境进入土库曼斯坦的工具就是这么一个简陋的大巴。四面透着风，且十分脆弱，仿佛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很难相信已经是2024年了，土库曼人民的生活似乎是定格的。车上同行的也都是些中老年人，他们通过探亲和做外贸才有机会出国。我现在是坐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跟这个土库曼之间的就是边境大巴，跟一堆人坐在这上面。现在呢，我就要正式前往这个土库曼斯坦的边检十分严格，还好在我土库曼朋友的帮助下，我才出了关。此刻雷探长呢就来到这个土库曼斯坦啊，然后呢，我的这个向导就是萨帕，就你是真正的那个土库曼人是吧？对，土库曼人，我是土库曼人。刚才萨帕跟我说他出生在1987年，那你结婚了吗？我结婚了，有孩子是吧？有了。我听说土库曼其实也可以找3个老婆的是吧？也可以找啊。对，驴车、马车、卡车、轿车、大巴并驾齐驱。但是我最好奇的是，那么土库曼这边经济发展跟得上吗？就是说有很多，比如说有像中国人想赚很多的钱，就会想办法找特殊的工作。那在这个土库曼的这边，人们想赚更多的钱，在这个土库曼能赚得到吗？还是要到国外才能赚到很多钱？做生意嘛，在土库曼做生意也可以啊。做生意也可以，看来也是是很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吗？有天然气关系吗？天然气啊，是的。萨帕穆拉特是我的朋友，他是地道的土库曼斯坦人。刚一入关，眼前的景象就是我关注的重点。只见马路两旁都是田地，公交车里的当地人好奇地看着我。高大的建筑在空旷的视野里显得异常醒目。对，很旧的，很老的，苏联时期的啊。对。哇，土库曼这边也是种棉花的，而且棉花都已经采摘掉了。你们是这个人工采摘还是那个机器采摘呀？人采。其实雷探给大家说，其实采棉花没那么简单啊。人工采的是最干净的。是不是？土库曼对车辆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什么颜色不对的，亮好车牌，禁止车主夜间在居民区院子里停车等等，都要高额罚款。司机最怕见到的就是警察。我们国家总共有5个州。5个州，你也知道，总共有5个州。5个州啊！这州是第一个州是那个大沙古族州。土库曼斯坦的第一站，我来到了该国5个州之一的达绍古兹州。这个州是通往俄罗斯的铁路枢纽，也是古代花剌子模的核心地区。这是大沙古族州的图书馆。哇，这就是那个大沙古兹州的这个图书馆啊，就像一本书打开一样，中间像一本书，然后上面带着花，就是花帽，他们花帽的。在前往市区的路上，我遇到一个卖石榴的小摊位，一位妈妈带着女儿出来摆摊儿，但是她的女儿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正宗的土库曼女孩，我都不好意思了。就当地的小女孩，我告诉她，当地女孩一定要扎2根小辫子啊，就是学校的要求。
也是当地的那个要求，就像新疆人要扎好多小辫子一样。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上学不上学？Zeynep。土库曼人在我国史料中称之为西突厥的乌古斯人。传说古代征战花剌子模的英雄们，只因当地女子的美貌而免去他们一死。我们可以想象，古老的花剌子模如同风华绝代的舞台，花香缭绕，多少英雄与美女的爱情故事在这千年古城中绽放。我给大家说，这是土库曼的人，不是那个乌兹别克人，就是平时很难见到，在中亚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说呢，我一定要给他送个小礼物啊！赠，给你送个小礼物，来给你带一下，你带上去，我给他带一下啊！哎呦喂，带上了，哇，好漂亮！怎么样，雷探长？千里迢迢从义乌带来的义乌货啊！义乌的同学们，你看雷探长带货都带到这个土库曼斯坦了。OK。我看带上了，yes， 漂亮，good，太上车，两人各带了一个，可以，姐姐吗？这是他姐啊，给姐姐带上去了。可以，也好，good。大家知道那个俄罗斯不是有一个菜叫罗宋汤吗？罗宋汤其实它本身是用红菜做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要走了啊，再见了啊，拜，走了。土库曼斯坦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国家。约为49万平方公里，所以食品物价非常便宜。即使脱离前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人民依然可以选择低消费来过日子。那么接下来就跟着雷探长去土库曼的市场，看看他们的物价吧。Hi，hello。OK。Go 啊 ，good student 啊。哇，就是一些小商品。这个是女性手工做的土库曼女性做的啊。土库曼的一个是民族是那个土库曼族嘛，所以就这个土库曼的一个习惯啊。对，要门上面的要挂的。土库曼族一定要挂骆驼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眼睛在这个土耳其跟那个希腊呢是邪恶之眼，它是美杜莎的这只眼睛，然后就是能够看辟邪的。车上有挂的是保护。就是不要撞了啊，不要撞车。老板娘拿出个巨大的。这个也是最大的。要买房子的时候要挂的。买房子最大的。买新房子要挂上去啊！但我总觉得老板娘那两双眼睛就已经可以代替这只眼睛了。那这是土库曼人的这个精神象征啊，因为土库曼人骑着这个骆驼来到这个地方来安营扎寨，所以这都代表家。Is home 啊，50是吧？50吧，对。哇，突然发现这个土库曼的所有钱上都是历史人物啊。土库曼斯坦的钱币称为马纳特，一马纳特上的人物是塞尔柱帝国时代的苏丹图赫里勒贝格。土库曼马纳特的真正汇率也是秘不外宣，兑换给外国人的也并不多。但是当地酒店的一张菜单还是暴露了汇率的大概情况，35到50马纳特相当于2到3美元。我给大家说，还说这个土库曼女孩见了人都躲，然后人家见了这个外国人就扑上来要拍。多少岁呀？15岁。那将来你想学习，你想去中国吗？想去中国吗？对的，Yes。为什么？去旅游啊？学习。高中还没毕业呢啊。对。看。送你一个这个。这个。
谢谢你。哎呀，他说老板娘盛情说可不可以买点东西啊？哎，说一个土库曼的一个切的那个，这个是什么？是我们国旗的颜色。国旗的颜色啊，土库曼的。哦。国旗的，他说卖一个吧。买一个啊。对。哇，这老板娘非常的让我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不是拍了那些人拍了好多之后，老板娘一直在等着拍他，还有这样的事情等着，然后他并且把我叫了回来说让我买个东西，这个买吧。他说原来是25，现在可以做20。给你个礼物，还给我个礼物，还给我个礼物，这真的啊！哦，这个是礼物，这个是那个首都的是吧？独立纪念碑。独立纪念碑是在首都对吧？在首都。passport 啊，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护照外面套一个什么皮儿就是什么，上面是他们的国徽啊，中间是汗血宝马啊，这就是这个土库曼的国徽。土库曼斯坦的国旗为深绿色，旗面上补星月和五角星，代表着伊斯兰教。绿色是土库曼人喜欢的草原颜色。国旗上的5种民族图案代表该国的5个州。每年2月19日是土库曼的国旗日，该节日与已故总统尼亚佐夫的生日是同一天。政府在国旗日到来之际，也有可能会特赦犯人。20就行了是吧？20。OK，Thank you。土库曼的这个国旗跟国徽，还有他送的这个，他送的这个国旗啊。一起呢离开这个巴扎哈，我觉得也是哦，没有人买他东西，我这人是于心不忍啊。Kidai brand。哦，这是个餐厅啊，餐厅。OK， 好了，Salam alaikum。哇，来了个女老板，很漂亮啊。Salam alaikum。Salam。带着怀着激动心情，这摄像机都怼在人的脸上了。就让大家看看这土库曼人什么样。这个老板娘有一种女装豪杰的感觉，有一种好像风二娘的感觉。见了来自中国的客人就来呀。土库曼斯坦真正的服务员端上了这个吃的啊，哎呦喂！这块蛋糕多少钱？10块。10块，就是10玛纳啊。差不多1美金。我发现他们土库曼斯坦电视挺丰富的呀，什么，我一打开，不是他们这个店里面一打开，第一个就是功夫熊猫，这是那个买蛋糕的，这个女孩吃蛋糕吃多了估计。现在雷店长来到这个土库曼斯坦的一家大超市啊，来买点吃的，因为在这边，我发现这边的其实这边餐厅也不是很多啊，还可以啊。当地也有，国外的也有。对。他们大超市里几乎什么都有，就是该有的都有。对。这个，这是你们产的是吧？啊，这个吧，这个美女很漂亮啊，这是他们当地的美女。我这厚着脸皮在这怼着人家，哎呦，这个我还以为他跪下了呢，不好意思，你跪，不是他，然后他跟我行大礼之后，我也这样子，原来他是只是捡一个塑料袋啊，对，真的再拿着，我就再拿一个。哪个好吃啊？这个也好吃，这个看着不错，啊。我这个能吃很多，就多吃点这个吧。OK，你叫什么名字呀？叫库都赞。营业员都是一些超市的员工，都是些美女。那边我看他们有那个卖香烟的柜台，有1/3都是爱喜这个牌子。还有就是他那个收银的时候呢，电视上收银的时候那个屏幕上在放一个画面，就是说他们现在是可以达到了，就是购物就是那个超市买东西，然后呢可以送货上门。在这国家，这个房子呢是自己要买还是国家给送呀？国家给送的也有，自己买的也有。如果你有生多个孩子，是国家给送的房子。生多少个算是？8个9个。8个9个。对。
这里的房子不贵，23,000美金多。估计有多少平米啊？这个85啊。70。Hello. Is your home? It's good. 我跟大家说，土库曼的人是不是不吃肉啊？他们都那么瘦，一个个啊。我现在已经68。土库曼斯坦之行，我发现，该国的男青年身形普遍偏瘦长，大学生的书生气浓郁。虽然都住着老式的苏联楼房，但都富有朝气，衣着西化，干净且特别讲究，面容纯真，充满阳光。Turkmenistan'dan salam Kita'ya. OK. Salam. 土库曼斯坦拥有中亚的文化核心。库尼亚乌尔根齐是古代花剌子模王国的首都，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的重要交易都市之一。图拉别克哈努姆陵墓建于12世纪，该建筑被视为中亚地区最完美的建筑之一。这边的人是戴了这么一个帽子啊。对。现在连县长呢来到这个乌尔根齐这边的一个景点呢，然后呢要买这个摄影票啊，就是拍照2美金，然后摄像得7美金。我觉得这位售票员长得特别像那个奥斯托洛夫斯基或者保尔柯察金。现在里面都是一些鸽子的，对，鸽子的一些粪便。哇，里面果然是鸽子窝了，这是我见过最原生态的世界文化遗产了。后面是以前没有的，后来是这样。哦，你看，那个表现是1年有总共是365天嘛，那个小的窗户，那个窗户对啊，总共是12个，1年有12个月嘛。12个月啊，对，这种叫做 mausoleum 对吧？对 ，mausoleum 就是这种大型陵墓啊，但是都被修了，就贴得很漂亮，地都很干净。但是这个居然是就是野生的，就是鸟儿在里面住，然后地面都是原来的那样子的啊，砖都是原来的啊。那看来我觉得这是真正的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因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有标志的，就是周围得要没有那么多现代的干涉才能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墓穴应该以前呢打开过啊，现在就没有啊。当时这个阿基美尼德帝国时候的一个首都之一，这个萨珀呢告诉我呢，这个陵墓呢它的含义是365个神保佑的大型陵墓。穆斯林人来这里祷告的人，做3次，转3次以后，回去的时候正回头，要倒着走啊，这边转，转3次啊。哇，这个塔让我想到了阿富汗的那个叫做贾马宣礼塔啊。阿富汗贾马宣礼塔也是那个把古兰经都那个雕在了那个砖头上。64年。那这个宣礼塔的清真寺呢？清真寺不是在这儿，清真寺是另外一个。在遗址内有一口水井，土库曼人至今依然将它奉为圣水。我品尝后发现非常苦涩，但是土库曼人依然用这样的井水虔诚地洗礼。嗨，Assalamualaikum。因为我觉得土库曼人挺神秘的，他们还能跟外国人打个招呼，我觉得还不错啊。对啊，他们很喜欢中国人。很喜欢中国人。对。可是我很好奇，在土库曼斯坦，那么有没有什么天主教？也有不穆斯林的也有。也有不是穆斯林。那个意思是，结婚以后。没有生不了孩子，怀孕不了孩子的人来这里做祷告，转3次。下面有那个孩子的那个，怎么说呢？摇篮，对。我看到了，原来你们土库曼斯坦还有这样的习俗。对啊，帮助生孩子。车钥匙放着是怎么求一个车吗？车钥匙，对，还有求那个房子钥匙。大家看，那搭了是一个房子，求房子。你要需要什么就放什么，你要求钱就放点钱，有牛有羊就放羊骨头。我发现他们这的习俗就是，你要有什么梦想就在这转3圈，然后这边呢放了一些他们的梦想都在这儿。大家看啊，现在呢我来到这个阿罗皮的它的这个图书馆啊，这可是世界文化遗产。现在我的最大感受就是非常震撼，因为它的蓝色的穹顶是这种尖塔状的，周围呢不但能看到这个蓝色琉璃瓦，而且这个还拼出了图案，可以真的说是丝绸古道上的一块明珠啊。
1917年，土库曼人参加了俄国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如今留下了许多苏联风格的建筑，但是由于地面建筑少，导致城市里的风吹得格外大。我问呢 Sapar 呢，就他们这个穆斯林是跟那个伊朗一样，还是跟那个土耳其一样？他说都不一样。我们也是穆斯林，我们也是都是穆斯林，是我们有自己的民族土库曼族。由于受前苏联风格的影响，土库曼斯坦的清真寺也要建得异常巨大。土库曼斯坦是一个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国家，70%为穆斯林。但是不同的是，国家并不主张建造零零散散的小清真寺，而是每个州都要集中建造一个巨大的清真寺。到现在为止啊，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这个圆顶了。是吗？我好像在其他地方的清真寺，我觉得都没有这个大，这是真的，我都说这个大，这还是小的。这是首都那个会更大，是吧？对，首都那边的那个1000万人做礼拜的。1000万人做礼拜。哎，那个上面那个红颜色，那是不是真主的99个美名呀？对，真主有99个美名，对吧？对。大家看那个，就是在那个清真寺，它的那个中间有一圈红颜色的那个八角星，上面各写着一个赞美词，就是真主呢，它有99个赞美词，就什么亲切的、伟大的、慈祥的就是长寿的什么之类的。就是达绍古兹州的清真寺占地6万平方亩，穹顶直径38米，高40米，4个宣礼塔高63米。在这样小城市里建造这么大的清真寺，让我难以置信。这个是还是小的，还是小的。对。玛莎拉，玛莎拉，玛莎拉，玛莎拉。OK。哇，只要天气好，这个夕阳照过来，这个清真寺是不是感觉像是童话的世界一样？土库曼斯坦是一个还未对外开放的国家。想住酒店，可要准备好介绍信、身份证明，甚至行程单。那么入住该国酒店又是怎样的体验呢？斯拉姆莱控，这个一看就是大美女。聊到这个酒店啊，我就想起我去朝鲜的时候呢，在酒店里也会碰到一些，这个高级服务员下班，他们在那个前台正在签，就是像打卡就走人，就那个意思。所以也是有一些就是比较高级的职业啊，这些女孩应该就在这里做一些就是服务的啊。我刚刚也问了这个向导啊，他说这个就他们国家语言跟土耳其语更像，跟那个伊朗的那个语言相差甚远。他们服务员也不怕那个镜头啊，而且很热情。下边说呢，那个我们酒店呢来错了，现在我们要离开这酒店了。不好意思。哦，没事，我的错。所以我们现在就打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前面那个建筑还是挺漂亮的。那个建筑是个什么呀？会议。斯拉姆阿莱控。斯拉。这就开始打车了。但是他们的公交车很老，你看后面那是他们的公交车，很老的一种款式。我感觉像回到了50年代一样，那个公交车啊，就是路还特别宽，路很宽，但跑的这个公交车很老啊。土库曼斯坦之行给我的另一个感受就是，这里的城市大街上没有闲人，平时也看不到人，甚至连一片废纸也没有，人们都在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事。这里没有 KPI， 下海的人也很少，经济状态很像我们90年代初。10块啊！哦。萨拉姆阿莱控。哦，钥匙已经给我准备好了。萨拉姆阿莱控。这个前台很爱笑啊，很爱你笑起来真好看。OK。打开门看看，哇，里面还不错啊，还不错，还有地毯。对、你们这还挺注重铺地毯的啊。土库曼的地毯。土库曼地毯啊，床。土库曼地毯跟那个波斯地毯、伊朗地毯有区别吗？有区别，这是手工做的地毯。那可是伊朗的也是手工做的。不是，伊朗的是那个工厂做的。哦，工厂做的。对，这是手工做的。在土库曼斯坦的日子里，由于没有网络，我恢复了精力，注意力变得格外集中。
真正的远离了喧嚣。他们这边的人啊，用电池非常的节省啊。你看，就是电池没电了，把它砸了，或者用牙咬了，也得把它再挤出点电来啊。这家旅店别看档次一般，居然还有一家装修别致的慢摇吧。它白天是旅店的餐厅，到了晚上，这里就是刺激消费的地方。啊，你们这边还有酒吧呀？我觉得有种来到这个乡村俱乐部的感觉，这就是土库曼的酒吧。土库曼酒吧给你什么感觉？那吃你吃什么？你想吃吗？不吃。那就给我来一个这个吧。来一个这个。Chicken。我只吃素的。对。黄瓜。这个酒精度数有多少？40度。啊，40度太高了。有没有葡萄酒？就40度让我喝。这个酒是土库曼啊。土库曼。哎，那也行呀。这个。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Mavluda.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Mr. Lei. Lei. You know Jackie Chan? You know? 我觉得他这没有电影吧？我看 Here, working. What time is closed? 11点。这家酒吧是兄妹一起经营，哥哥因为去过迪拜，于是有了下海赚大钱的念头。我为了照顾他们生意，也点了当地比较贵的酒，而且也只能在酒吧喝，绝不能带出门外。这他们当地的这个就是有点像 vodka， 40度呢，你说能不像 vodka 吗？就感觉这边的人都是在喝 vodka。对，慢 vodka， 就对吧？这位哥哥疯狂暗示妹妹凑近我，希望她对顾客热情点，比如一起跳个舞，一起喝个酒什么的。可是妹妹坐得远远的，直摇头。他们想让这个美女呢跟我跳舞，这美女直摇头，不要。他呢就请他的这位妹妹，然后呢跟我跳舞。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喜欢夜店氛围的人，早就提出离开这儿了，但是好像他们又不想让我走。我也知道他们希望我多一些消费。他说问你你有没有带了你们国家的钱，有硬币有没有硬币？他说硬币啊，硬币没有。因为现在你知道中国人都不用钱了，中国人用的是那个电子支付，对吧？对吧？就用那个微信付款，对吧？都不用钱了，不用纸的了，是吗？对吧？哎，怎么说呢？他们的酒吧服务业就像中国刚起步时的样子，可能有深海，但更多的是纯真。哎呀，我来喝酒不是来吃这个的，土库曼斯坦是一个能够找到男子汉感觉的国家，这里的女性传统且温柔体贴，更是叱咤江湖的汗血宝马原产国。那么这种阿哈尔结晶马是不是真的会流汗血？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就跟着雷店长去看看吧。一位长得像贝克汉姆的大叔来开门了啊！好，哇，大家看啊，这些全都是这个阿哈尔结晶马，也就是我们历史书上说的这个汗血宝马啊，都在这个地方。这个马居然让我来摸，嘿嘿。雷亮给大家说，汗血宝马呢，它呢已经经历了3000年的培育啊。培育之前呢，凶猛彪悍啊，耐力强，速度快啊。一旦被人类驯服之后呢，又显得特别的温顺，这就是汗血宝马的性格特点。这些马真的很顺从啊。大家看这个马也很乖啊，很乖巧。这边的马啊。就是摸上去，我给大家说，摸这个汗血宝马什么的那个手感，就是摸上去它们皮肤特别的光滑哈。我以为汗血宝马都是这个金色的，像白种人那个头发一样像金的，没想到也不是这样子啊，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它不但很温柔的配合，而且摸上去手感还特别好。为什么叫汗血宝马？传说呢，它呢跑起来的时候，由于耐力特别快，流的这个汗呢都是这个血，眼睛还散发着一种单纯的懵懂感啊。吉尔吉斯人吃那个马肉，那会吃汗血宝马吗？他们会吃的，但是我们国家人并不给他们
马死了跟人死了一样。你看这个马感觉是最漂亮的一只马啊，金色的啊。哇，你的毛是金的哎！哇，大家看，我摸到了世界上最漂亮的这个汗血宝马，它愿意靠近人。我不是来找你配种了，我是来摸你的啊。我们把它拉到外面去，让大家好好看这个马，这匹汗血宝马它为什么漂亮啊？这边的马是母马，所以说呢，他们还哺育着这个小马。这马一见人就来了，来摸摸母马。哎呦喂，乖。汗血马由于生活于沙漠地带，具有皮肤薄、血管外露等特点。土库曼斯坦一带盛产苜蓿，这一油性含量极高的牧草，当地人将其用于汗血马的饲养，使得汗血马毛皮油性含量高。当汗血马运动起来时，由于血管充血，皮肤显得更加鲜红，加上汗流后光线反射，如同出血一般。哇，大家看啊，我身后这些呢，全都是给这个阿哈尔结晶马呢吃的些草料。哇，这些草料在阳光下晒得金灿灿的，也就是说呢，这些马呢要吃非常好的这种草料才能够长得更健壮。此刻呢，我来到了这个阿尔结晶马的这么一个种马中心啊，这是这边的老板啊。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Rashid. Rashid. 哦，哇，这边呢，它呢有好多这个阿尔结晶马，就是我们古书上所记载的汗血宝马。Thank you very much。哇，大家看哦，这个一匹啊汗血宝马已经带过来了。汗血宝马呢，它有这个耐力大、速度快、发力持久，这个身体非常匀称所著称。所以说这匹马呢，你看身子非常的矫健，是不是？是这个土库曼斯坦不能够送给别人的这个宝贝，但是呢，它唯独呢是可以送给中国的，因为土库曼斯坦跟中国的友谊也是源远流长嘛。他叫 Kerimli， 5岁，马的那个不能去后面，会踢的。哇，大家看啊，这个，哇，这个汗血宝马可是这个马中的这个知识分子。阿哈尔结晶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它四肢修长，力量大，速度快，是一种能耐受高温和长距离奔跑的赛马，也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土库曼斯坦国徽的正中央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阿哈尔结晶马。2号女嘉宾上场啊，她要跟这个白马王子要一起玩，要斗。听说这个马才3岁，3岁就开始跟这个白马王子幽会了。哎呦，哇！现在这个驯马师在遛马哦，这2只马在这跑的真的特别的欢实啊。其实为什么要遛马？让我们也看到这个汗血宝马它动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他以前第1名。他参加比赛以前第1名啊，第1名，很严峻。驯马师感觉怪不得又瘦又高呢，消耗很大的体力。大家看到了吧？这个汗血宝马的这个力量非常大啊，它挣脱了缰绳之后，它就会锋利往外跑，然后人要去追。大家看啊，他们将给我机会让我骑上这个汗血宝马，那么我们就来试试吧。3、2 ，OK。哇，大家看我骑上这匹马了。这个呢是牵马师得帮我牵着，这是我骑过感觉最高的马啊！这个马非常的高，而且这个牵马师呢2个人要牵着，就怕这马惊了哦。大家感受到了吗？就是雷探长有一种这个胡人骑射的感觉，像那个坟墓里出来的人一样哦。这个马呢，实际上培育起来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它培育之前呢是比较这个彪悍的，性情暴躁的，但是呢培育之后又极其的温顺，眼睛里充满着懵懂啊。就是这个马的一个特色啊 ，good 啊 ，good，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就看这个马，我就觉得这2位也是特别的敬业啊，敬业。在土库曼斯坦的神秘之地，乌古斯美女羞涩低头，与汗血宝马奔驰于时光的沙漠。在土库曼斯坦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片历史的石碑都镌刻着启示，坚持的坚韧。沉淀的智慧，方能在时光中留下永恒的记忆。旅途如同一本未知的册页，每一页都是汗水与奇迹，让我们感受到生命深处的神秘。告别了土库曼斯坦的国宝，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土库曼斯坦是中亚最神秘的国家，所以这里的民俗也保存得相当完好。下一集，雷店长走进土库曼斯坦人的婚礼，感受这个古老游牧民族的艳丽光芒。